骤雨倾盆夜色浓，林河怒吼卷残红。鬼风迷雾云涛涌，雷霆一击震苍穹。大家好，在下奇闻居士。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是1952年发生在英国林茅斯村的毁灭性洪水。这场洪水夺走了34条生命，将一个美丽的村庄夷为平地。官方的说法是，这是一场罕见的天气事件，是上帝之手降下的惩罚。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多年来，关于林茅斯洪灾的真相，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有人说，这是一场自然灾害，纯粹是天意弄人；也有人说，洪灾背后隐藏着一个黑暗的秘密——英国空军的人工降雨实验。英国空军的积云行动是一系列旨在控制天气的秘密实验。这些实验是否与林茅斯洪灾有关？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一起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林茅斯洪灾背后的真相。夜幕降临英格兰北德文郡的林茅斯村，如同一颗遗落在艾克斯穆尔高地脚下的宝石，宁静而祥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正在悄然逼近。1952年8月15日的傍晚，天空开始飘起细雨。最初，人们并没有在意，毕竟在多雨的英国，这只是司空见惯的天气。然而，雨越下越大，很快就变成了倾盆大雨。林河的水位开始上涨，河水变得浑浊而湍急。夜幕完全降临的时候，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林河仿佛变成了一头咆哮的巨兽，疯狂地吞噬着一切。河水漫过了堤岸，涌入街道，冲进房屋。睡梦中的人们被惊醒，在黑暗中惊慌失措地四处逃窜。然而，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道夹杂着树木、巨石和泥土的黑色洪流从艾克斯穆尔高地呼啸而下。洪流所到之处，房屋被夷为平地，桥梁被冲垮，汽车被卷入大海。林茅斯村瞬间变成了一片人间炼狱。住在林戴尔旅馆的一位客人事后回忆说，晚上7点开始，河水迅速上涨，9点钟的时候，简直就像一场雪崩冲进了我们的旅馆。从山上滚下巨石，摧毁了墙壁门窗。不到半个小时，客人们就撤离了底层。又过了10分钟，2楼也被淹没，我们只能逃到顶楼，在那里度过了一夜。整个夜晚，林茅斯都笼罩在恐惧和绝望之中。洪水肆虐，夺走了34条鲜活的生命，摧毁了100多栋房屋，让420多人无家可归。这个曾经美丽宁静的村庄，一夜之间化为一片废墟。林茅斯洪灾发生后，英国政府迅速展开了救援工作。官方将这场灾难归咎于罕见的天气现象，一个横扫西南英格兰的强热带风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令人不安的细节开始浮出水面，指向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项目——积云行动。积云行动是英国空军在2战后进行的一系列气象实验的代号。从1949年到1955年，英国空军与一些国际科学家合作，在英国各地展开了一系列人工降雨实验。这些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官方的说法是探索控制天气的可能性，为农业和国防服务。然而，这些实验的时间却耐人寻味。林茅斯洪灾发生在1952年8月15日，而根据一些解密的政府文件显示，积云行动的关键阶段也恰恰发生在1952年8月初。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参与实验的飞行员回忆说，他们曾在林茅斯洪灾发生前在英国南部进行过人工降雨实验。皇家空军中队指挥官伦奥特利曾参与积云行动。他后来告诉英国广播公司记者，他们私下将这项人工降雨项目戏称为巫医行动。奥特利的导航员约翰哈特回忆说，我们直接飞过云层的顶部，将干冰倾倒到云层中，然后我们飞下来查看是否下雨。大约30分钟后，雨就下了，我们都欢呼起来。官方坚称积云行动与林茅斯洪灾无关，
并否认在1955年前进行过任何人工降雨实验。但是，一项英国广播调查却发现了被尘封的档案，此前一直被列为机密的文件显示，早在1949年，英国空军就开始了气象实验。官方的解释和尘封的档案都无法完全消除人们心中的疑虑。一些灵茅斯洪灾的幸存者和积云行动的参与者提供了许多与官方说法不符的细节，让这起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幸存者迪利斯·辛格尔顿在洪灾中失去了6位亲人，包括他的祖母。他回忆说，妈妈靠他背上的一颗大油子认出了他，因为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头、没有胳膊，也没有腿了。幸存者还表示，在洪水发生前的几个小时，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硫磺味，雨水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痛。更令人不安的是，一些目击者称，在洪水发生前，有飞机在灵茅斯村上空盘旋，他们怀疑这些飞机与积云行动有关，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实验。积云行动的参与者艾伦·叶芝是一位航空工程师和滑翔机飞行员，他向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讲述了自己参与实验的经历。我飞过贝德福德郡的上空，向空中喷洒了大量的盐。科学家告诉我，这导致50英里外的斯坦尼斯下了一场暴雨。艾伦·叶芝还回忆说，在听到灵茅斯洪灾的消息后，参与实验的人们陷入了沉默。当时人们还举杯庆祝气象学的进步，但是当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播报员读出灵茅斯的消息时，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下来。这些证词表明，积云行动并非像官方所说的那样无害。一些参与者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们所参与的实验可能会对环境造成不可预测的后果，然而他们却对此保持了沉默。这沉默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灵茅斯洪灾发生后，政府展开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却始终未能平息人们的质疑。一些关键的政府文件离奇地失踪了。这些文件本可以揭示积云行动的真相，但它们却永远地消失在了历史的迷雾之中。前北德文郡议员托尼斯·佩勒曾试图查阅国防部的相关文件，但他却一无所获。他说，我始终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除了一个事实，关键年份的文件明显缺失了。在灵茅斯洪灾发生50年后，英国地质调查局对灵河流域的土壤沉积物进行了调查，试图寻找与人工降雨实验相关的化学残留物。由于口蹄疫疫情的限制，调查范围受到限制，结果也并不确定。然而，英国地质调查局在灵河流域的水中发现了银的残留物。要知道，碘化银是当时人工降雨实验中经常使用的一种化学物质。这一发现让人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到积云行动上。然而，英国地质调查局的调查人员也强调，艾克斯穆尔本身就含有银元素，无法确定这些银残留物是否与人工降雨实验有关。除了银残留物，还有一些其他的线索值得我们关注。在一份解密的空军部会议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军方对人工控制天气的潜力非常感兴趣。他们希望利用人工降雨来阻止敌人的行动，增加河流的水量，甚至清除机场的雾气。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份文件还提到了利用人工降雨来扩大核武器污染范围的可能性。这些线索如同散落在拼图板上的碎片，看似毫无关联，却暗示着一个更加阴暗的真相。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也许答案就隐藏在这些被尘封的历史档案中，等待着我们去发掘。